你還記得你1歲時的樣子嗎？或者你能回憶起2歲時第一次跌倒的痛楚，或是母親懷抱裡的溫度嗎？我相信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無論你的記憶力有多好，無論你現在是20歲、40歲，還是已經白髮蒼蒼，我們所有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我們人生最開始的那2-3年是一片絕對的空白。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這是一個非常詭異的現象，請試着想一想，那是你大腦發育最快、學習能力最強的幾年。你學會了走路，學會了說話，學會了愛與恐懼，甚至建立了對這個世界最初的認知。但是當你長大之後，大腦卻按下了一個刪除鍵，將這一切抹除得乾乾淨淨，就像是一台精密的電腦在系統安裝完成後，強制格式化了所有的安裝日志。為什么大腦要背叛我們？有人說這是因為大腦發育不完全，有人說那是因為語言尚未形成。但在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發現了一個令人細思極恐的可能性：這段記憶並不是丟失了，而是被刻意封印了。而在東方的古老傳說裡，這種封印有一個讓我們所有人都感到無比熟悉卻又心酸的名字——孟婆湯。今天我想帶大家走進這個關於記憶、靈魂與大腦機制的終極謎題。或許看完這支視頻，你會重新理解為什麼我們注定要遺忘。在我們華人的文化基因裡，死亡並不是終結，而是一場漫長的遺忘儀式。傳說中，人死後踏上黃泉路，走過忘川河，會來到一座奈何橋，橋邊坐着一位老婆婆，名叫孟婆。她手裡端着一碗湯，匯集了你這一生所有的眼淚，有喜悅的淚，有悲傷的淚，也有悔恨的淚。喝下它，前塵往事一筆勾銷。無論你是帝王將相，還是販夫走卒，無論你在那一生愛得有多刻骨銘心，恨得有多咬牙切齒，這碗湯一下肚，你就不再是你了。我們小時候聽這個故事，只覺得是神話，但長大後再仔細回味，你會發現這個傳說背後隱藏着一種巨大的悲劇性慈悲。試想一下，如果你帶着前世的記憶來到這個世界，帶着上一輩子的仇恨出生在一個新的家庭，或者帶着對上一個愛人的思念，看着這一世的伴侶，你會幸福嗎？這也是為什麼老一輩常說，遺忘是為了讓你乾乾淨淨地重新做人。但是，這僅僅是傳說嗎？如果我告訴你，孟婆湯在生物學上是真的存在的呢？如果我告訴你，我們每一個人在3歲以前，其實都經歷了一場生物學意義上的喝湯儀式，而執行這位孟婆職責的，正是我們大腦深處的一個神秘組織。這聽起來很瘋狂，但在2013年，加拿大的科學家保羅·弗蘭克蘭 （Paul Franklin） 做了一個震驚學界的實驗，他發現了隱藏在大腦海馬體裡的秘密。而這個秘密可能解釋了人類存在以來最大的一個 bug—— 嬰兒失憶症 （infantile amnesia）。嬰兒失憶症這個詞最早是由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在100多年前提出的，但他當時認為我們忘記3歲前的事情，是因為那些記憶充滿了性壓抑或創傷，所以大腦啟動了防禦機制。老實說，弗洛伊德這套理論現在看來有點過時了。因為現代科學證明，嬰兒其實擁有驚人的記憶力，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點，請大家注意聽。發展心理學家曾經做過實驗，他們讓6個月大的嬰兒學習按壓一個按鈕來啟動玩具火車。這些嬰兒學得非常快，甚至在2-3周後還能記得怎麼操作。這證明嬰兒的大腦完全有能力儲存長期記憶。也就是說，你在1歲、2歲的時候，你的大腦是正常運作的，你在錄影，你在存檔。但是為什麼到了3歲或是4歲左右，這些檔案就像中了毒一樣，全部憑空消失了？這不是遺忘，這是清洗。為了這件事，多倫多兒童醫院的神經科學家保羅·弗蘭克蘭決定在老鼠身上尋找答案。他想知道到底是誰在大腦裡按下了 reset 鍵。他發現了一個關鍵的角色，叫做神經元新生 neurogenesis。
這聽起來是個好詞，對吧？神經元新生意味着大腦在長出新的細胞，意味着我們會變聰明。我們通常認為腦細胞越多，記憶力越好，但富蘭克蘭的實驗結果卻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臉。實驗顯示，大腦新細胞長得越快，舊的記憶消失的就越徹底。這就像是一個硬盤，當你瘋狂地寫入新數據時，它為了騰出空間，或者是為了優化結構，竟然選擇了覆蓋掉最底層、最原始的數据。這就是科學版的孟婆湯。為了成長，你必須背叛過去。但這解釋還不夠完美。演化論告訴我們，生物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生存。大腦消耗了我們身體20%的能量，它絕對不會做無用功。如果大腦費盡心思把3歲前的記憶刪掉，那一定是因為保留這些記憶會帶來巨大的危險。那個危險是什麼？這就要講到一個更深層的概念，一個可能讓你起雞皮疙瘩的理論，關於我們意識的帶寬，以及那個被科學家稱為海馬體過載的恐怖假設。如果不遺忘，會發生什麼？這聽起來像是一個願望。在考試前夕，在工作出錯時，我們都曾幻想過，如果我能擁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該多好。但是，在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一群極少數的人被命運選中，或者說是被命運懲罰了。他們沒有喝下那碗孟婆湯，他們的大腦沒有那個刪除鍵，醫學上稱之為超憶症 （hyperthymesia）。我要給你們講一個真實的案例：吉爾·普賴斯 （Gil Price），他是世界上第一個被確診的超憶症患者。對於吉爾來說，遺忘是不可能的。他能清楚地記得1980年2月5日那天吃了什麼午餐，天氣如何，甚至那天電視裡播放的每一個新聞片段。聽起來很酷，對吧？但這其實是一場活生生的噩夢。吉爾曾經痛苦地對醫生說：“我的腦子裡就像在那一刻不停地播放電影，永遠停不下來。”當他經歷一次失戀，那個痛苦不僅僅是過去的回憶，而是如同此刻正在發生一般鮮活。那個傷口永遠不會結痂，因為它的時間感是混亂的。10年前的悲傷和今天的悲傷，在他的腦海裡擁有同等的權重，同等的清晰度。這讓我們意識到一個可怕的事實：時間其實是依靠遺忘來流動的。如果沒有遺忘，過去、現在和未來就會坍縮在一起。我們之所以覺得時間在向前走，是因為昨天的記憶變淡了，而今天的感受最強烈。如果3歲時的記憶和30歲的記憶一樣清晰，你甚至無法分辨自己到底活在哪一個時刻。所以，大自然設計那個重置按鈕，設計那個殘酷的神經元新生機制，甚至設計傳說中的孟婆湯，可能並不是為了剝奪我們的過去，而是為了保護我们的現在。它在保護我們不被龐大的信息流衝垮，不被無盡的情緒淹沒。它是在告訴我們，孩子，要想往前走，你必須學會扔掉行囊。如果說神經元新生是瘋狂生長的野草，覆蓋了舊的路，那麼大腦裡還有另一個機制，就像是一位冷酷無情的園丁。科學界給這個過程起了一個非常優雅的名字，叫做突觸修剪 （synaptic pruning）。在我們2歲到3歲這個階段，大腦裡的突觸，也就是神經元之間的連接點數量達到了巔峰，大約是成年人的2倍。這時候的嬰兒感官極其敏銳，他們能聽到我們忽略的聲音，看到我們注意不到的光影。甚至有科學家認為，那個時候的嬰兒可能處於一種聯覺 （synesthesia） 的狀態，他們能聽到顏色，能嘗到形狀。那是一個混亂而絢麗的世界，但這個世界太吵鬧了。如果一直保持這個狀態，大腦的能量消耗將是身體無法負擔的，我們的處理器會過熱宕機。於是修剪開始了，大腦開始像修剪盆栽一樣，咔嚓咔嚓，剪掉那些弱的連接，剪掉那些不再被頻繁使用的回路。而3歲前的那些記憶，因為缺乏語言的標籤，因為缺乏邏輯的框架，被大腦判定為雜草，在這場盛大的修剪儀式中被無情地丟棄了。這聽起來很科學，很合理，對吧？但是這裡有一個巨大的邏輯漏洞，至今讓許多哲學家和神學家感到不安。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僅僅因為效率
就需要刪除的那麼徹底嗎？我們的大腦偶爾也會記得一些無用的瑣事，比如某天路邊看到的一隻狗，或者某句無聊的歌詞。為什麼大腦允許這些垃圾信息存在，卻偏偏要精準地、系統性地、全球統一地刪除掉所有人類3歲前的記憶，仿佛那裡藏着什麼不能讓我們知道的秘密？這就要提到一個邊緣科學的假設——前世殘留說。讓我們把腦洞開大一點，如果3歲前的記憶空白，不僅僅是因為腦部發育，而是因為那時候的我們還沒有完全變成人類呢？在很多瀕死體驗 NDE 的案例中，幸存者都会提到一個现象：人生跑馬燈 （Life Review）。在死亡的那一瞬間，一生會像電影一樣快速回放。那麼，出生呢？出生是不是死亡的鏡像？有一種大膽的假說認為，嬰兒在3歲之前，雖然肉體已經出生，但意識或者說靈魂其實還處於一種下載和校準的過程中。那個時候的嬰兒，他們的大腦可能不僅僅連接着現實世界，還連接着某種集體潛意識，或者是我們常說的彼岸。很多父母可能都有過這樣的經歷：2、3歲的孩子偶爾會指着空無一人的角落說話，或者突然說出一些極其成熟、根本不像孩子會說的話。甚至有的孩子會指着老照片裡的陌生人喊爺爺，或者描述他們根本沒去過的地方。我們通常會笑着說：“哎呀，孩子那是童言無忌，是想象力太豐富了。”但是如果那不是想象呢？如果那是記憶的殘留呢？如果在3歲之前，那個孟婆湯的藥效還沒有完全發作，那個重置按鈕還沒有按到底，所以孩子們還能看到一些我們看不見的東西，記得一些不屬於這一世的片段。為了讓你成為一個正常的適應這個物質世界的地球人，大腦必須啟動那個強制重置程序，它必須剪斷你與那個世界的所有聯繫，封印你帶來的所有非法數據，讓你徹底忘記你是誰，讓你以為你就是這具身體，你就是這個名字。這個過程就是我們所說的長大。所以，所謂的成熟，所謂的自我意識覺醒，其實是以靈性的喪失為代價的。為了驗證這個瘋狂的猜想，我們需要回到科學的硬證據上。我們的大腦裡負責長期記憶的那個核心部件海馬體 Hippocampus， 它的形狀像一隻海馬。有趣的是，海馬體是我們大腦中極少數終身都在產生新神經元的區域。但更重要的是，海馬體不僅僅是記憶的硬盤，它還是大腦的導航儀，它負責告訴我們我在哪裡。2014年諾貝爾醫學獎頒給了發現大腦定位系統的科學家，他們發現海馬體裡有一種細胞叫位置細胞 （place cells）， 這意味着記憶和空間感是綁定在一起的。你要記住一件事，你必須先知道你在哪裡。而对于一個剛來這個世界的靈魂，或者說嬰兒，他最大的困惑就是：我到底在哪裡？是媽媽的懷裡？是這個房間？還是依舊停留在那個溫暖的無邊無際的虛空之中？也許3歲前的遺忘，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在大腦裡建立起這個世界的坐標系，我們的意識還在2個世界之間遊蕩。而一旦坐標系建立完成，一旦我們接受了我就在這裡，我就是這個人的設定，那一扇通往過去的大門就必須被永久關閉。那扇門後面到底關着什麼？接下來我要講一個更震撼的實驗，這可能涉及到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最深的恐懼。為什麼我們在夢裡偶爾會找到那扇門的鑰匙？大家有沒有過這樣一種奇怪的體驗？你明明是第一次去某個地方，也許是一個陌生的咖啡館，也許是一條從未走過的街道，突然間一種電流般的熟悉感擊中了你，你覺得眼前的景象、周圍的光線，甚至旁邊路人說的話，你都在哪裡見過、聽過？你心裡會驚呼：天啊，我以前來過這裡！這種現象在法語裡叫做 déjà vu， 中文翻譯為既視感。據統計，全球有60%到70%的人都經歷過這種現象。科學家對此有很多解釋，最無趣的一種解釋是神經延遲。簡單說，就是你的左眼比右眼慢了0.01秒，把圖像傳給大腦，導致大腦誤以為這是2次不同的輸入，從而產生了回憶的錯覺。但是這個解釋無法說服所有人，因為它解釋不了那種伴隨而來的強烈情緒，那種淡淡的哀傷或者莫名的恐懼。
如果我們把孟婆湯理論結合起來看呢，有沒有可能既視感其實是大腦那個重置按鈕偶爾失靈的瞬間？就像是電腦系統在運行龐大的屏蔽程序時，偶爾出現了一個 bug， 在那一瞬間，潛意識裡的防禦牆裂開了一道縫隙，那些被封印在3歲以前，甚至是上一世的記憶碎片泄露了出來。你以為你看到了未來，其實你只是記起了過去。也許我們在投胎前看過這一世的劇本，我們在那個虛空之中瀏覽過我們將要經歷的一生。當我們走到人生某個特定的節點，那個場景與劇本裡的畫面完美重疊時，我們的靈魂深處產生了一次共振。這種共振在提醒你，沒錯，你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這就是你選擇的人生。說到這裡，我們必須觸碰那個終極問題了：記憶到底儲存在哪裡？主流科學告訴我們，記憶儲存在神經元的連接裡，大腦死了，神經元斷了，記憶就沒了，人死如燈滅，一切歸於虛無。但這真的很絕望，不是嗎？好在量子物理學給我們打開了另一扇窗。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偉大的數學物理學家羅傑·彭羅斯 （Roger Penrose） 和麻醉學家斯图尔特·哈梅罗夫 （Stuart Hameroff） 提出了一個震驚世界的理論 OR 理論，還原歸納目標理論。不要被這個名字嚇跑。簡單來說，他們認為人類的意識並不是大腦細胞簡單的生化反應，而是發生在腦細胞內部微管中的量子效應。更通俗點說，大腦並不是意識的生產者，大腦只是意識的接收器。想象一下，大腦就是一台電視機，電視機壞了，畫面雖然消失了，但電視台發射的信號並沒有消失，信號依然存在於宇宙的電磁波中。如果這個理論是真的，那麼我們3歲前的記憶，甚至所謂的前世記憶，並沒有被刪除，它們只是被上傳了。在我們3歲的時候，大腦這台電視機進行了系統升級，為了適應地球這個頻道的播放格式，它必須屏蔽掉那些來自宇宙深處的雜音，那些雜音就是我們靈性的記憶。孟婆湯其實就是一道防火牆，它切斷了雲端連接，強迫我們進入單機模式。為什麼？因為只有在單機模式下，我們才能感受到孤獨，而只有感受到孤獨，我們才會去愛。我們繞了一大圈，從嬰兒失憶症講到海馬體，再講到量子力學，最後我想回到情感的維度。如果記憶注定要被重置，如果我們注定要忘記3歲前那個連通宇宙的自己，那麼我們這一生匆匆忙忙到底留下了什麼？在阿茲海默症、老年痴呆的病房裡，經常發生一種科學無法解釋的現象：患病的老人忘記了自己的名字，忘记了回家的路，甚至忘记了眼前這個中年人是自己的兒女。但是當兒女握住他們的手，或者給他们播放一首年輕時愛聽的歌時，老人的眼角會流下淚水。他的海馬體已經萎縮了，他的大腦皮層已經充滿了斑塊，他的硬盤已經徹底壞了，但他依然能感受到愛。這說明什麼？這說明情緒的記憶並不儲存在大腦裡，或者說愛是一種超越了神經元、超越了物質，甚至超越了時間的量子糾纏。孟婆湯可以洗掉你的名字，洗掉你的經歷，洗掉你的仇恨，但它似乎洗不掉你靈魂深處的情感偏好。這可能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茫茫人海中見到某個人第一眼就會覺得莫名親切，做某件事第一次就覺得無比順手。那是因為你的大腦忘了，但你的靈魂記得。回到視頻最開始的問題，孟婆湯真的存在嗎？也許它不是一碗湯，它是生物進化的選擇，是大腦發育的必然，也是宇宙賦予我們最殘酷也最溫柔的禮物。它封印了我們的全知全能，讓我們變得渺小、無知、脆弱。但也正因為這份無知，我們要去學習；因為脆弱，我們要去依靠；因為短暫，我們才懂得珍惜。如果帶着所有的記憶活着，人生就只是一場無聊的複習。正是因為遺忘，每一天的太陽才是新的，每一次的擁抱才有溫度。所以，屏幕前的你，不要因為忘記了3歲前的記憶而感到遺憾，那是因為你已經勇敢地喝下了那碗湯，義無反顧地跳進了這個名為人生的遊樂場。
那些被封印的記憶並沒有丟，它們被妥善地保存在宇宙的雲端。等到這一生結束，等到我們再次走過奈何橋，脫下這具沉重的肉身時，那個重置按鈕會再次彈起。到時候，你會重新記起一切，你會看着這一生的錄像帶，看着你在屏幕前看視頻的這一刻，微笑着對自己說：嘿，這一次我玩得還挺開心的。好了，我是XX，我們下期再見。